3年前，我开始实践极简生活，从一个购物狂，喜欢买口红、买眼影盘囤在家里。偶然有一天看到一本关于断舍离的书，还有一个纪录片之后，我就想着开始要有点改变。极简主义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断舍离物品开始，再把物品极简化成一定的数量，然后再开始转变自己对物品的心态，还有减少需求，最后把极简主义逐渐变成自己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所以我想分享以下几点关于极简主义是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每周更新一个新视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我的频道。极简主义给我带来最明显的变化，也是我要放在第一个讲的，就是我懂得去拒绝别人的礼物。如果谁要事先送我礼物，我都会讲得很清楚，我不要礼物，宁愿请我吃顿饭，也不要送礼。又或者我会很明确的说明我具体需要哪些东西，这样呢就可以让送礼的人决定买什么。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别人给惊喜，我曾经呢也是这样，喜欢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收到惊喜。但后来我学到了一点，就是如果别人送的礼物是你用不上，或者是你根本就不喜欢，那与其浪费别人的心意，也避免这个礼物你拿回家后只能囤在柜子里，倒不如大大方方的和对方说清楚自己对物品的需求。我常在网上看到别人吐槽自己的另一半，尽管他们心意很足，准备了礼物，但是礼物送的太糟糕了。这也就说明了大家把礼物的价值看高于送礼本身的那个人花的时间和准备的心意。与其让别人猜测你喜欢什么，那你就可以直截了当的表明自己的需求。在我曾经还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我总会去想着这些东西放在家里太久了怎么办？如果不用的话，那我要怎么去处理它们？每次清理房间的时候呢，总想着要把它们清理掉吧，但是又舍不得，然后呢就把它们放在一边，等到下一次清理的时候，我还是有一样的心态，继续循环整个过程。等到搬家的时候呢，我就彻底的陷入一个焦虑的状态。不仅搬进新家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重新摆放，重新整理，搬出来的时候呢，你还要把它们所有都装箱。后来我就咬咬牙把不需要的东西一下子清空。自从我房间里面的东西变少了之后呢，我就不会感觉到太焦虑，不会担心自己东西是不是太多了，到时候搬不走。因为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就是说哪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必须要留的。极简生活呢，不仅让我学会了怎么样去简化我的物品，直到这大半年前开始，也让我学会了在其他方面的步骤上越减越少。从最初极简化了我的化妆步骤，除了我现在拍视频上镜以外，到现在呢，我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化妆。从最初什么护肤品都往脸上抹，到后来减少了整个护肤步骤，到现在尝试了肌断食，完全不用护肤品之后呢，我的皮肤就感觉非常的清爽，也不会被过多的产品覆盖在我的皮肤上。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呢，大家也清楚，就是我的2次超过1个多月的行程里呢，仅仅只带了一个背包，东西呢也是越带越少。所以通过这些事情呢，我才明白了哪些物品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其他都只是锦上添花，完全就不需要用到。当我们在网上看到自己喜欢的包包、喜欢的衣服、鞋子、喜欢的牌子，为什么我们想要买呢？为什么我们的购物欲会被放大呢？在学校我们都没有那么勤奋，花几个小时去学习，那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网上做功课，看你喜欢的那个东西的测评？人的欲望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你今天买了这个牌子，明天你就会想要更贵的牌子，更好的东西。你的物质欲呢，和你真正需要用到的东西是不对等的。你想要的东西呢，并不代表你一定要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今天想要爱马仕，明天想要豪车，难道你目前的生活环境就能承担起这样奢侈的生活吗？所以说，抛开虚荣感和你的物质欲，去想一想，到底哪些东西是你真正需要的。
我现在呢，说实话，有更多充足的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也过得很开心。就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我现在出门呢，完全就不会在意今天有没有化妆啊，有没有打扮得很精致，这些对我来说真的并不重要。我只会在我最舒服的状态里，穿着让我舒服的鞋子和衣服，这样也让我从对物质的关注慢慢转移到了我自己的身上。别人不化妆就不能出门见人，但我直接穿鞋子就可以出门。旅途中我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打卡到什么网红餐厅啊、网红景点，只会在乎自己有没有好好享受这个假期的时间。正因为我不去在意物质上的东西，让我活得更加轻松，也能让我在物质上省更多的钱。我想大家和我一样，一旦少了缺了什么东西，当下想的就是我要立马去买个新的。现在呢，我反而不会那么做。为了确保每件物品都能发挥到它的作用，与其我们花钱去买一个新的替代品，我首先做的事情呢，就是去看一下家里有没有能二次利用的物品。接下来呢，我会举几个例子。第一，就是如果你出门旅游没有那种便携式的收纳瓶子可以装你的护肤品，假如你家里是有用完的护肤品空瓶子的话，你可以用来装那一些乳液的产品。如果你没有化妆包或者是洗漱包，可以用厨房的密封收纳袋来装这些产品。就像我那天看到家里有一个空的小盒子，与其我去买一个新的首饰收纳盒，我可以用它来装我的首饰或者是一些药。只要你乐于去发现生活里的一些小东西，你就能找到其实很多东西呢，它都可以作为替代品，这样你就可以不用花钱去买新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刚开始极简生活的话，这个步骤其实是很简单的。最难的呢，就是你该如何去保持，该如何控制自己不去买其他的东西带回到家里。我的每一笔开销呢，都会很理智的去想，假如我把这个东西带回家之后，它的使用率是有多高？它对我来说是一个长期使用的东西，还是说它是一个短期能满足我购物欲的一个东西？在你每一笔花销之前呢，多留几秒钟时间给自己思考一下，这个物品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不要再单纯的为了喜欢它去买，你买它的理由应该是除了你喜欢它以外，还有其他更加实际性的点。因为不管你再怎么喜欢这件东西，等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你有可能会二手转卖或者断舍离掉。所以与其花钱买了回来之后还要花时间去处理它，再把这个物品买回家的时候要多想一想你到底需不需要。如果不需要的话，你之后那些什么断舍离步骤啊都可以省掉了。好了，那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们喜欢，不要忘记关注、点赞加收藏。那我们下周五再见，拜拜。